不會是穿越了吧？这是穿不穿越我不知道，不過你馬上就要倒霉了。倒霉？太子殿下，你放开我！救命！莫非是古人跳？看来自己真是穿越了呀。好消息是我穿越到了一个太子的身上，坏消息是这原主太子有点废，文不成武不就。要不是因为大萧朝太子立长不立贤，太子之位压根不会落到原主这个废物身上。原主母后在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，若不是镇国王九王爷一直护着，他怕是早就被废了。因此坊间傳聞他的母後进宮前和九王爺有着一段情，不光是眾皇子們覬覦他這個太子之位，就連皇帝幾次都想廢了他。這簡直是天崩開局啊！若是記憶沒錯，這個古裝美女不僅僅是宰相的獨女，還和二皇子有婚約在頭。廢物，你看什麼？已經有人去稟告陛下了，陛下就會過來，看鎮國王如何保你。太子行宮在城南，一來一回就要半個時辰。進皇宮找陛下需要通過重重禁衛，又要半個時辰。等父皇過來，少說還要1個時辰的時間。你想幹嘛？想幹嘛？你們想讓我幹嘛我就幹嘛呀。本太子就來成人之美。坊間傳聞你天生不行，除了看一看你還能做什麼？就算讓你來，你行嗎？行不行的，一會兒你就知道了。蕭策，你死定了！尹盼兒，你是京都有名的才女，而我乃是當朝太子。你若是待會兒乖乖聽我的話，本太子可以讓你成為太子妃，也可以是未來的皇後。你做夢！我就算去死也不會嫁給你的，待陛下來了就是你的死期。你說的不錯，這就是最好的證據。你待會兒記得要成於父王，置我於死地。不過我一定會把這個事情鬧得人盡皆知，我會讓空里嬤嬤驗明正身，讓整個京都的人都知道你並非完璧之身。屆時你覺得二皇子還會要你的人，就算是願意娶你，就算他日後當了皇帝，你的餘生也是只能冷宮相伴。你無恥！我無恥？無恥的是你們吧？是你們想要設計陷害我，置身於我死地的。他若非真的把你當成自己的未婚妻，又怎麼會做這些事情？你自己好好想吧。你想讓我怎麼做？小草袋鼠，你確定要這麼做？父皇，這次有着尹相之女相助，這次看九叔如何能護得了她。楊兒，你就不怕尹盼兒出事嗎？要知道，尹盼兒可是尹相最為寵愛的獨女。父皇，你有所不知，這計策雖然是兒臣所出，但還是由瑾亮親自勸說的尹盼兒，以死相逼，才讓尹盼兒同意演這一出戲。兒臣本意就想讓蕭策那個廢物來真的，若是來了真的才叫好。這樣父皇不僅可以順理成章地廢了蕭策這個廢物，而且兒臣以後身為太子，也不可能娶這種不潔之女為正妻，便可光明正大與之退婚。尹惟庸這隻老狐狸，他本就是想借着這個婚事，從而來擺布兒臣以及兒臣的母族，壯大自己的勢力。可惜了，蕭策是一個天煙之人。不過先解決了蕭策這個廢物，對付尹惟庸老狐狸，兒臣再從長計議吧。楊兒，你不愧是朕看中的孩子，今日只要成了，朕倒要看看鎮國王這次如何護着他。你通知鎮國王了嗎？回稟父皇，這是自然。若不讓九叔看見，我們這出戲也就沒有意義了。不過父皇，九叔一直把蕭策視若己出，他不會要硬保下蕭策吧？他敢？朕還是皇帝呢。而且老九也不會這麼做，他一身剛正，眼裡揉不得沙子。這次看老九再如何包庇。蕭策，你簡直是混蛋！盼兒她可是我未過門的妻子，你怎能做？二皇子，您在說什麼？太子殿下並未欺凌我。尹盼兒，是不是他威脅你了？你不用害怕他，就算他貴為太子，但是他若敢行不軌之事，別說朕了，鎮國王也不會饒他。來人，把他拖下來弄醒！裝什麼呢？
父皇，您怎麼來了？小策，你说我們為什麼來？尹姑娘，你怎麼會在我這邊？我都不知道你過來，你說句話為我證明清白啊！我都不知道你何時來的这邊。哼，你還想再演戲？刚才尹盼儿的下人聽見他在求救，說你在欺負尹盼兒前才來向我求救。九叔，你要為我做主啊！太子，二皇子說的那些事情，你做了沒有？若是沒有做，本王定給你一個清白；若是做了，本王也定然不會姑息你。九叔，我冤枉啊！尹姑娘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你為什麼會出現在太子行宮？為何有人說你在呼救？回禀九王爺，剛才宴席間，太子殿下喝多了，二皇子擔心太子殿下身體，就讓小女子一起隨同，別讓太子殿下出了意外。小女子這才一直在一層照顧，而太子殿下一直在醉酒酣睡，並未有着任何逾矩之舉。尹盼兒，你確定他沒輕薄於你嗎？無論他做了什麼，你都是本皇子的未婚妻，本皇子定當從一而終，不離不棄。但是父皇在這兒呢，你不說實話就是欺君之罪。二皇子殿下，太子殿下真的沒有碰過我一下。皇兄，此事已經很明確了，尹姑娘都這麼說了，根本是有人故意構陷太子殿下。九叔，你先不要着急下定論，盼兒這是在乎自己名聲啊。去把尹盼兒那個前來求救的下人叫過來。是。你這個小廝，剛才看到什麼，聽到什麼？如實回答。陛下在此，若是有一句假話，即為欺君，本皇子定當將你五馬分屍。二皇子，您在說什麼？太子殿下並未欺凌我。尹盼兒，是不是他威脅你了？你不用害怕他，就算他貴為太子，但是他若敢行不軌之事，別說朕了，朕國王也不會饒他。來人，把他拖下來弄醒！裝什麼呢？父皇，您怎麼來了？小策，你說我們為什麼來？尹姑娘，你怎麼會在我這邊？我都不知道你過來，你說句話為我證明清白啊！我都不知道你何時來的這邊。哼，你還想再演戲？剛才尹盼兒的下人聽見他在求救。九叔，你要為我做主啊！太子，二皇子說的那些事情，你做了沒有？若是沒有做，本王定給你一個清白；若是做了，本王也定然不會姑息你。九叔，我冤枉啊！尹姑娘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你為什麼會出現在太子行宮？為何有人說你在呼救？回禀九王爺，剛才宴席間，太子殿下喝多了，二皇子擔心太子殿下身體，就讓小女子一起隨同，別讓太子殿下出了意外。小女子這才一直在一層照顧，而太子殿下一直在醉酒酣睡，並未有着任何逾矩之舉。尹盼兒，你確定他沒輕薄於你嗎？無論他做了什麼，你都是本皇子的未婚妻，本皇子定當從一而終，不離不棄。但是父皇在這兒呢，你不說實話就是欺君之罪。二皇子殿下，太子殿下真的沒有碰過我一下。皇兄，此事已經很明確了，尹姑娘都這麼說了，根本是有人故意構陷太子殿下。九叔，你先不要着急下定論，盼兒這是在乎自己名聲啊。去把尹盼兒那個前來求救的下人叫過來。是。你這個小廝，剛才看到什麼，聽到什麼？如實回答。陛下在此，若是有一句假話，即為欺君，本皇子定當將你五馬分屍。回禀二皇子殿下，小的刚才聽到小姐的求饒聲，還有小姐被人撕扯衣服的聲音。盼兒，那你的衣服為何和席間不同？是不是這個他逼迫於你這麼說的？小策，你說呢？尹盼兒為何換了一套衣服？我不知道。
盼兒，這可是你的衣服，这床上的落魂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父皇、九叔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显然盼儿就是受到了他的要挟，这才不敢如实说出实情。你罪该万死啊！来人，把他押下去，打入死牢！冤枉啊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冤屈？带走！父皇，九叔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醉酒后如今才醒来，而且都知道我是一个天阉之人啊！老九，朕知道你一直把他视若己出，若非你的再三包庇，让他目中无人，敢做下这不如的事情。如今铁证如山，你若再帮着他辩驳，可就有包庇之嫌。冠子如杀子啊！明日司法殿之中，朕会请三司一同会审。他也是朕的兒子，朕不會冤枉他，更不會放縱他。楊兒，去把尹姑娘送回去。盼兒，我也沒想到，那他竟然還能行男女之事。不過你放心，這次那個廢物死定了，你也算是幫我們大蕭國鏟除了一個禍害。二皇子，我算不算是為了你？是，當然是。那我需要你立下字據，寫下今日之事，他日一定會娶我為正妻。盼兒，你說這事八字沒一撇。再者說，按你所說留下文書，豈不是授人以柄？若是被人發現，那可是謀逆造反的死罪啊！讓京都城裡的人看盡了我的笑話，滿城風雨。當初你信誓旦旦地跟着我發誓，說你不是天閹之人，結果呢？我不再相信你的嘴了。盼兒，你是為我才失了身子，我定然會好好對你的，不會辜負你的。那就把你如何讓我去陷害太子的事情寫下來，讓我做個保障。這個，我不過是想求一個保障罷了。若有一日你我二人皆面臨滅頂之災，我連自己最珍視的東西都丟了，叫我如何信你的許諾？二皇子若是為難的話，那麼我只好為自己考慮了。無論如何，我都不會承認太子輕薄於我。我父親為太子翻案，只要我不承認，這個案子就實錘不了。你是在威脅我嗎？你在我府中這些時日，是否完璧之身，宮裡的嬤嬤一查便知。蕭策必須死。我也實話跟你說了，若非父皇的首肯，你覺得我敢這麼做？孰輕孰重，你自己掂量吧。那你就試試。且不說我說父親會不會同意讓宮裡嬤嬤來查我，沒有我的口供，你覺得鄭國王那關你過得去嗎？你寫還是不寫？盼兒，我也沒說不願意，我寫。明天好戲就上場了。去把蕭策那個畜蟲給押上來。你可知罪？回稟父皇，兒臣知罪。本以為大皇子會辯駁幾句，沒成想竟如此乖乖認罪。那你可知自己犯下何罪？父皇，兒臣昨夜酒後失德，欺負了尹相之女，兒臣願承擔一切後果和責罰。太子竟認了尹相之女。太子，你切勿被屈打成招。你若是冤屈的，本王定還你一個公道。鄭國王說的沒錯，太子你要好好想想。如今人證物證俱在，若是你敢欺君，那就是罪加一等。回稟父皇，兒臣確實欺負了尹相之女。好，既然你已經認罪，那麼九弟，你最為精通大蕭律令，按照大蕭律令，太子該當何罪？回稟陛下，按照大蕭律令，其罪當斬。案犯雖為太子，但是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，應先廢除太子之位。就廢除太子之位即可嗎？回稟父皇，按大蕭律令，不僅要廢除太子之位，還應關入大牢秋後問斬。九弟沒有錯吧？鄭國王不說話，就是默認了。好，諸位愛卿，還有何異議？既如此，從即刻起廢除蕭策太子之位，即刻押入大牢，秋後問斬。父皇，兒臣雖有罪，但不至死，而且兒臣也是遭人陷害，真凶另有他人。你這是把朕和滿朝文武都當猴耍嗎？你親口承認的口供，還想當場翻供嗎？你們愣着幹嘛？把他打入天牢。諾。兒臣說的欺負尹相之女是昨夜兒臣酒醉，發現了尹盼兒在床畔照顧兒臣，以為是在做夢，這才失態，拉扯了尹盼兒幾下，撕破了她的衣服。
不过尹盼兒誓死反抗，拿着一柄小刀刺傷了我。万万没想到，怎么就有人把父皇你们請来了？儿臣以为这是有心人故意构陷儿臣。昨日二弟看床上的血迹，并不是落红，而是尹盼兒刺傷兒臣後留下的血跡。而且，尹姑娘都未曾說兒臣欺負於她。尹相大人，你來為未曾說句公道話呀！就算是不為了我，就當為了尹姑娘的清譽，你不能讓我蒙冤啊！否則不就是坐實了尹姑娘被我欺負嗎？且慢，陛下，太子殿下所言非虛。昨夜盼兒回府之後與我說了此事，與太子殿下說的一般不二。尹相，那你剛才太子認罪的時候為何說？陛下，臣也以為是小女被玷污了，現在看來全是誤會。陛下，既然如此，事情已經真相大白了。皇叔，怎麼就真相大白了？他說那床單上是他的血，就是他的血了嗎？我們聽信他一人之言。昨日的那些證物皆由典罚司保管，是人的血還是落紅之血，讓典罚司的仵作一驗便知。陛下，事關尹相之女的清白，此事不能擅斷。哼，父皇，既然如此，讓仵作去查驗。好，既然這樣，本案還有諸多疑點，先把那個處子打入天牢，帶邢大人去把昨夜證物去做檢驗。回禀陛下，昨夜那床單，臣已命人查驗過，確非女子落紅。邢大人，既如此，你為何不提前報？回禀陛下，因為一個染血床單對於此案並不能代表什麼，就算不是尹姑娘的落回，我們也不能就此斷定尹姑娘沒有被太子奸污。剛才太子殿下的說辭，讓臣也以為是認罪了。不過，現在太子已把事情原委說清講明，外加尹相也願在一旁佐證。如今既沒有實證，當事人也沒有指控和追究。現在依臣看，太子的罪不成立，最多就是酒後失德，好在並未發生嚴重後果。按照大蕭國律，並不需要進行處罰。陛下，既如此，太子殿下雖無罪，但也有過，可以讓他禁足太子行宮，靜思己過，以儆效尤。九皇叔、邢大人，你們這麼說未免太武斷了吧？武斷！昨夜我送尹姑娘回府，尹姑娘跟我哭訴，口口聲聲說了，只不過這個他威脅尹姑娘，這讓尹寵不敢說出實情。如今尹相這麼說，他也是顧及自己顏面吧？邢大人，我說的可否為尹姑娘的未婚夫，可否將要作為當事人指控？回禀二皇子殿下，這是自然。九皇叔，若只是禁足太子行為，你這樣的包庇也未免太明顯了。二皇子，你別血口噴人，你若是有實證，你空口白牙的說，我還看到你昨晚抱着老母豬呢。你二皇子殿下，太子殿下話糙理不糙，本王還是那句話，有證據你拿出來，本王定不袒護。若無證據，想要把一些欲加之罪扣在太子頭上，本王也不會同意。請陛下嚴查，此事確有蹊蹺。太子醉酒了，有小厮有侍女照顧即可，為何由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尹姑娘去照顧？此案疑點重重，請陛下聖斷。九弟，你放肆也是朕的兒子，朕不會冤枉他的。但是就因為他是太子，朕更不會包庇他。尹相，二皇子說的可是實情，你是不是有所顧慮？無論發生什麼，朕定不會讓二皇子負了你女兒的。回禀陛下，剛才臣所言確實就是小女昨夜跟我所言，至於其他，臣不知。臣以為當嚴查。若是太子所為，請陛下為小女做主；若是太子未曾做，也請陛下還太子一個清白。畢竟太子之位乃是國之根本，如朝局動盪，邊疆不穩，若是一辭，怕也會引起動盪。這個老東，若是按照他的計劃，只要他早早的把他需要的東西拿出來，哪有這麼多事情？現在看來，他還是對於蕭陽心懷幻想啊，不想站在自己這一邊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來添一把火吧。父皇，這是尹姑娘刺的傷口，而且坊間都知道兒臣乃是一個天閹之人，天閹之人如何？皇兄，你真是嘴硬啊！不撞南牆不回頭啊！父皇，我們只需要把尹姑娘請來，請宮中嬤嬤驗明正身，尹姑娘是與不是，一驗便知。陛下，二皇子，這個不妥吧？尹相，若是尹姑娘願意把真相說出來，那麼自然也不用讓嬤嬤來驗明正身了。二皇子殿下，盼兒可是你未過門的妻子，你就不曾為她名節考慮過嗎？尹相，我正是為她考慮，才要給她一個清白。尹相，你可否要說實話？還是父皇，兒臣以為此法不妥。就算是證明了尹姑娘不是完璧之身，也不能就說是兒臣所為吧？邢大人，你說是不是？太子殿下，不錯。若只是證明尹姑娘不是完璧之身，也不能給你定罪，還需要各方佐證。陛下，太子殿下確實是冤枉的，我有一鐵證可證，請陛下查證。父皇。不知尹相拿出的是何鐵證？可否證明兒臣無罪？此案已有定論，太子無罪。父皇，您在說什麼？尹相給你看的是什麼？怎麼就無罪了？朕說太子無罪，你自己看看。
這是不是鐵證？行了，既然此案已经有了結果，退朝。尹相，你这是做什么呢？尹相，二皇子，你们随我来，陛下找你们相商。多謝九皇叔，關鍵時刻挺身而出，仗義直言。你跟着本王過來。小楊，那份保證文書是怎麼回事？你是怕別人不知道你做的這些勾當，自己寫下了罪己書是嗎？父皇，這個保證書是尹相之女脅迫兒臣寫的，兒臣不知。小女昨日被欺凌後，並未能在二皇子那裡得到安慰，反而覺得二皇子的疏離和威脅，小女這才脅迫二皇子寫下此書，為的就是證明自己的清白。老臣知道了，這個些事情若是傳出去，無論是對於老臣還是二皇子，甚至於陛下都不利。尹相，你既然知道，為何拿這個東西來為那個開脫？陛下，老臣又何嘗不知道啊？但是小女說了，太子昨日強她之後，把所有證據都清理了。不僅如此，還設下了那些誤導你們的假證據。陛下，這一切就是他們精心準備的一個圈套。他們肯定是提前知道了我們的計劃，這才將計就計。此事之前，肯定是有人走漏了風聲。尹相，你什麼意思？你是懷疑我走漏了消息嗎？我還懷疑你是不是被蕭策給收買了？否則，你怎麼會拿出我寫的保證文書去幫他？二皇子殿下，盼兒是老臣唯一的愛女。老臣若是提前知道，就算是豁出一身拐，也不會讓盼兒去那個虎狼坑裡被太子。而且，老臣本不想拿出你寫的那份文書，不過今日上朝之前，有一樣有這事兒不要鬧大，否則他就不活了。老臣也幾次三番暗示二皇子殿下，若非二皇子殿下執意要給小女驗明正身，為了小女的清譽，老臣這才不得不拿出那份文書。太國王家這輩班班看樣子有受依仗，你我都很庸碌，不可能有這個心機和城府，顯然後面有人指點。若是這個事情鬧大，無論能不能將滿城盡知，最終再無顏面存活於世，所以臣才捨命出此下策。其實自從太子強占老臣女兒那一刻起，我其實就輸了，請陛下諒解老臣愛女之情，老臣悔呀。尹相，你說的不錯，朕不怪你，那個沒有這般心思，背後肯定有人出謀劃策，肯定是九皇叔。兒臣就說這次他倒是沉得住氣，一言不發，肯定是他出的計策，將計就計，強占了尹相之女，就可以拉攏尹相支持太子了。他們做夢！陛下，其實老臣今天之所以這麼做，完全是因為想到了一個更好的補救辦法，一方面能夠讓老臣的小女有個善終，另一方面能夠徹底解決太子。哦，現在這個局面還有其他辦法嗎？太子庸碌無能，其實世人皆知。昨日小女跟老臣說，太子確實是愛慕於他，對他神於求愛於他，說日後之後迎娶他，讓他成為太子。臣就想着，咱們不如也喜歡將計就計嘛，讓小女假意答應，然後嫌棄他沒本事沒主業，讓他去建功立業。如今突厥幾次三番侵襲我漠北疆，戰事長起，慫恿太子自請戍守漠北之地。這樣一來，說是讓他的戍守邊，其實等同流放，就得顛保身死了。就算僥倖活下來，若是漠北荒原突厥襲擾，遠在邊疆，這也定是突厥所為。尹相，你這個辦法好啊，你怎麼不早說？尹相，就蕭策那個膽小如鼠的敢去嗎？焦賜蕭策傻，但剩鄭王傻嗎？就算他們都同意，再者你真的捨得把你的女兒嫁給那個？臣其實後悔的腸子都青了。木已成舟，必定也想親手報那個付出之仇。而且老臣也有着私心，正所謂父母之愛子，則應為之計深遠。二皇子以後定會擔大任。小女雖然讓二皇子寫下這個保證書，不過老臣心裡的有數，無言他也讓二皇子娶小女了。屆時求陛下賞賜一塊北封地，也能夠讓他富足一生了，衣食無憂了，業就橫存到了。不知陛下能否成全？尹相，若是你真的能夠成功做到這個事情，就算是讓二皇子娶令愛，也無不可。陛下，經過這個事情，就算二皇子心中無芥蒂，小女也無法接受。其實老臣說的那樣是他最好的結果，而老臣定當竭盡全力輔佐二皇子。好，尹相，只要令愛能夠把太子那個騙去自請戍先漠北，朕定有重賞。陛下，這次臣定不辱使命，那老臣先退下了。好，尹相，不過記住這次一定小心了，定要萬無一失。父皇，尹惟庸這個老狐狸的話能信嗎？他說的雖然有些道理，但是若非他幫忙，今天也不能當場放了蕭策那個。他會不會被鎮前王給收買了？應該不會。鎮悼王拉攏他幾次，尹惟庸看不上蕭策，不着理氣。若是蕭策真的自請戍守邊疆，那麼他說的就是不錯。尹盼兒若是真把蕭策忽悠到漠北邊疆，九皇叔會不會想把他們大卸八塊啊？那肯定啊。
希望尹惟庸不要讓朕失望。太子殿下，你这是玩火啊！你凭什么觉得尹璋会帮你？他母亲于妃独得圣宠，二皇子如今圣眷正盟，母族在朝中更是势大。你凭什么觉得尹璋会放棄那樣一個女婿來幫你？因為他女兒已經是我的人了，就這一點，讓他不得不站在我這邊，他就沒得選了。尹盼兒就是尹惟庸的七寸，也不知道他這樣一個挺精明的人，怎麼就下了這一手臭氣，拿着自己最疼愛的獨女來作嘔。還不是因為他們幾次陷害你不成，着急了嗎？過了今年，按照大蕭律，你就要成立太子殿，開始逐步親政了。他們能不着急嗎？不過太子殿下，你還真的是騙過了所有人，就連本王都沒看出來，你竟然還有着如此的城府和算計。九叔，這不是全為了自保嗎？那你這次為什麼決定不裝了？九叔，還不是因為看着他們真的急眼了嗎？這次連尹相最疼愛的獨女都派出來了，這次沒成功，下次是什麼？難以想象。這些年多虧了九叔的庇護，才讓我可以裝傻賣呆。如今因為九叔的庇護，讓父皇對於九叔頗有猜忌，卸了九叔的兵權，讓你在京都之中做一個閒散老王爺。如今我也不小了，不能一直在依附在你的羽翼之下了。你已經幫了我太多太多了，你總不能護我一輩子。我覺得是時候靠我自己了，我不能再害你了。傻孩子，庇護你是我向你母親的承諾，若是這樣大可不必。本王雖已經被卸了兵權，但是還有餘威，本王不點頭，沒人能夠動你。九叔，我自然知道你能護得住我，但我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你的庇護。我想了很久了，在朝中我只有你一個依靠。如今四面受敵，父皇視我為眼中釘，眾皇子視我為肉中刺。這次他們陷害不成，下次他們定當瘋狂陷害，遠離朝堂是非，在邊疆培育自己的勢力，伺機而動。其實朝中不光是二皇子，還有一直隱而不發的四皇子，虎視眈眈的八皇子，他們都對於太子之位覬覦許久。這會兒我若抽身，太子之位空歇出來，他們必定打破頭。我何不如在邊疆坐收漁利不好嗎？你藏得夠深的，不僅是騙過了整個大蕭國的人，就連本王都被你騙過去了。雖然九叔你庇護，但是你常年在外征戰，我想要自保，只好隱忍。不過邊疆困苦遠沒有你想象的簡單，為何要選漠北？九叔，其一，我只有去最困苦的地方，他們才會安心。再者，如今突厥頻頻侵擾漠北邊境，漠北百姓苦不堪言，只有在戰亂的地方，才有機會建功立業，收攏民心。而且我隱忍10餘年，世人皆以為我需要證明一下自己了。好男兒不應該龜縮在朝中和他們內鬥，應該去沙場上證明自己的實力。只要有了兵權，我不想當太子，也會有人捧我當。好，你說的不錯，好男兒確應該征戰沙場，建功立業。他們用陰謀詭計，咱們就用自己能力去告訴天下，誰才是名正言順的太子。九叔，您支持我。若是那時候的你個中庸無才之同意，但是今日聽你一言，你不愧是柔兒的兒子，本王信你，你定能闖出一番功績來。不過你也別想得太好，還不一定能去呢。九叔，放心吧，現在若是順利，尹惟庸已經跟着父皇他們說好了呢，他們巴不得我死。我若是自辭太子位，自請戍守邊疆，他們高興都來不及了。王爺，宰相府來人，說是有孝請太子殿下去項商。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九叔，你看尹惟涵肯定是成功了，要不要本王隨你一起去？九叔，接下去您就看我的吧，你護我小，該由我護您老了。你小子自顧都不暇呢，還你來護我？行了，快去吧。不過有任何事情記得來找本王。盼兒，你確定了要聽蕭策那個的嗎？其實現在還有着轉圜餘地。父親，你不都按照太子所說的去跟着陛下說了嗎？雖然說了，不過要不把你嫁給他是我說了算的。父親，他明日敢在朝堂之上自辭太子之位，並且自請戍邊，我就敢嫁給他。你就不怕他就是一個確確實實的駙馬？就憑他能夠騙過整個大蕭的人，就足以證明他就不是一個沒用之人。盼兒，那也不用跟着他一起去漠北吧。你在京都，若是他能在邊疆建功立業，最好；若是戰死邊疆，你也不會受其影響。宰相大人，太子殿下已經在外等候。盼兒，你要不要回避一下？父親，不用。請進來吧。見過宰相大人，見過尹姑娘，見過太子殿下。尹相，無需多禮，我馬上就不是太子殿下了。太子殿下已經想好了嗎？真的要自辭太子位？不錯，我的情況我和尹姑娘也說過，我就算是真龍在京都，也算一條困龍。離開了京都，沒有了掣肘，
就如同蛟龙入海。太子殿下，漠北荒原驻扎的22皇子的亲舅舅鲍安的军队，你过去之后，还不是要受到鲍安掣肘？鲍安一个贪生怕死、只知享乐之辈，最擅长的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。把漠北边防搞得如此稀松，让突厥人把漠北之地当成他们的后花园了，想来就来，想走便走。若是这样的庸才我都对付不了，我也不用去漠北之地了，在这边等死便是了。太子殿下，看来已经有了满盘的打算。不错，不过不便与尹相说，尹相你在这边看着就行。尹姑娘，我昨夜答应于你的，我一一做到了，最多等我3年，3年后待我君临天下，定许你一世繁华。太子殿下，我尹盼儿不是那种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人，我不会在这边等你。既然我认定你了，就算是前路是刀山火海，我也陪你。尹姑娘，我要去的是漠北边疆。不错，我跟着你去的就是漠北边疆。怎么着？你昨夜跟着我说的那一番话，你的雄心壮志莫不成是吹嘘的？你怕我跟着你，发现你其實也不過是繡花枕頭？尹姑娘都不怕，我又有何懼？你願意跟着，我定會護你無恙。尹相，你也同意嗎？太子殿下，現在說這些還言之過早，一切明日早朝之後再說吧。時間也不早了，太子殿下就請回吧。尹相，你這次叫我來是所為何事？我想看看你說的話有着幾分真，幾分假。尹相，現在可否有了判斷？我確實需要重新認識你一下。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！諸卿平身。諸愛卿有本可奏。禀陛下，禮兵司前來稟告，說是漠北邊疆來報，突厥的首領已經在集結了2萬多的騎兵，看着他們此舉，並不像是來打秋風的，更像是突厥要大舉來進攻。鮑將軍富貴300險中求，我正準備瞌睡，就有人遞來枕頭。諸位愛卿怎麼看？臣附議。漠北4郡已經有着4萬的守軍，他們就算是2萬騎兵，我們兵力也佔優。只要鮑將軍拒守不出，他們突厥人也沒有辦法。一旦入冬，突厥人的糧草跟不上，應該自己圍剿白蓮教的人。臣附議。既然這樣，那就去告訴鮑將軍，讓他據守漠北，待清理了白蓮教之後，再去支援。陛下，不可！漠北之地乃是我大蕭的屏障，此次他們集結2萬騎兵，肯定不是來打秋風這麼簡單的。漠北之地有着4萬守兵不假，但是漠北之地廣袤無垠，個個守城不到3000，而皆為步兵。整個漠北地區只有3000騎兵。鄭國王說的確實不錯，國內白蓮教之患確實要緊，不過突厥之患同樣也如鯁在後，不知有哪位將軍願意帶兵前往支援。怎麼着？難不成除了鄭國王之外，就無人願意前去支援了嗎？回禀父皇，兒臣願意帶兵前往支援。太子，你要帶兵去支援，你可是要去何處？那可是真刀真槍的戰場，你可想好了？父皇，兒臣想好了。兒臣知道，如今突厥集結大軍要攻擊我大蕭國土，此時若是由我去帶兵支援，一定能夠鼓舞士氣，也會讓邊將士們感受到父親對於他們的關心。陛下，臣弟以為不妥。太子乃是國恩戚，漠北之地又是凶險萬分，萬一太子有着3長2短，恐傷國之根基。九皇叔，你此言不妥，你這是在看不起太子嗎？太子說的不錯，若是由他去前線支援，將士們定會大受鼓舞。還是說，九皇叔你覺得太子殿下太過於庸碌，讓突厥人看到了之後丟了我大蕭國威？二皇子殿下，鄭國王的憂慮並不妥。太子乃是國之儲君，國之根基，戰場瞬息萬變，若是太子有着一些意外，朝堂必定震盪，所以還是請太子殿下三思。父皇，不知你是否有此顧慮？尹相說的不錯，你雖然天資愚笨，性格懦弱，但是你終究是太子。你若是死於突厥人之手，那麼對於我們將士非但沒有鼓舞，還會是一個天大的打擊。所以，太子，你的心意朕領了。父皇，其實這些年來，兒臣深感自己愚笨，不堪太子重任，兒臣願自辭太子之位。兒臣想着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，也想去歷練一番。為表兒臣決心，兒臣斗膽請父皇封兒臣為漠北王，領漠北4郡。若父皇答應，兒臣願在此起誓，定不讓突厥兵馬踏足漠北一步。若不把突厥打得俯首稱讒，兒臣此生誓不歸朝。太子殿下三思，你有所不知，突厥之患已是存在了數百年，積患已久，並不是依靠某個人就能夠解決的。震天王此話不妥，
我覺得太子有此紅馬可以鼓勵，而且值此之極，若是陛下能夠將自己嫡長子派去漠北邊疆封王封地，就恰恰證明了陛下對於突厥抗擊的決心。九皇叔，尹相說的沒錯，說不定讓太子殿下過去，突厥人知道了我大蕭抗擊突厥之決心，說不定就能嚇跑他們。儿臣附議，儿臣也附議。太子殿下，你此番舉動真的讓朕刮目相看。不過，你想好了嗎？儿臣经過深思熟慮，請父皇成全。既然如此，你也不必自此太子。九皇叔，其實這些年來我也早生此意了。太子之位乃是國之根基，我自知不是帝王之才。如今突厥侵犯我國疆土，儿臣這些年給父皇添了不少麻煩。如今我也想為父皇分憂一二。如今漠北貧瘠，儿臣認為抗突厥更應該治理漠北之地。只有讓漠北之地富饒起来，才能夠自給自足對抗突厥。所以，兒臣斗膽請父皇給兒臣封王封地。兒臣必將餘生之心血潑灑在漠北廣袤的荒漠之上。至於太子之位，還請父親擇賢者居之，萬望陛下成全。請陛下成全太子一片赤誠之心。好，既然太子自辞太子位，那麼就先免除太子之位，封漠北王，領漠北4郡。他日你若是能讓突厥俯首稱臣，朕定复你太子之位。拿着一個要命的头衔換了一個有着实權的漠北王，血賺好嗎？謝陛下。兒臣還有着一個不情之請。說，根據兒臣所知，二弟和尹姑娘之間並未立下婚約，只是閒聊間說起的婚約，並不能作數。前天因為兒臣導致尹姑娘的清譽受損，兒臣也不願意二弟和尹姑娘之間生出嫌隙，而且兒臣其實早就對於尹姑娘傾慕已久。兒臣斗膽求父皇賜婚，讓兒臣迎娶尹盼兒。老臣一切聽陛下的。父皇，既然皇兄喜歡，兒臣定當成人之美。好，那朕也依了你，朕将尹盼兒赐婚于你，封為漠北王妃。謝父皇。兒臣心繫漠北邊疆安危，不知道王想要出多少兵馬和糧草前去支援。朕會撥3000雄兵，助你前去支援漠北。父皇，3000人怕是不夠。皇兄，如今中原以白蓮教為首的暴民四出，能夠撥給你3000精銳已經是不易了。而且父皇不是封你王了嗎？你剛才還不是吹噓着要建設漠北荒原嗎？啥都給你了，還要你去幹啥？不錯，蕭策，朕不是命你為漠北王嗎？你去漠北之後，朕給你組軍10萬之權，讓你在邊疆建軍10萬抗擊突厥。皇帝，你可是真能吹啊！組建10萬沒糧，能命去組啊！荒原百姓滿打滿算還沒滿10萬呢。父皇，漠北4郡地廣人稀，百姓都不足10萬人，讓兒臣何以去徵兵10萬？你自己說的要發展漠北嗎？那個地方最繁榮的時候，也有上百萬的民眾，你治理好了，百姓們不就來了嗎？若是父皇都給你解決了難處，還怎麼顯出你的功勞啊？蕭策，朕知道有困難，如今大蕭國也是內憂外患，你既然是主動提出為朕分憂，朕也會盡可能幫你，再賞賜你黃金10萬兩，白銀100萬兩，糧草50萬擔，這些足夠你去漠北去發展軍隊抗擊突厥了。蕭定邦轉性了，怎麼突然這麼大方？父皇，您說錯了吧？您確定要賞賜這些東西嗎？邊疆困苦，朕能做的只有這些了。蕭策，你還滿意？謝父皇，父皇萬歲，萬歲萬萬歲！當然，朕給你的這些錢之中，還需要你去犒賞報安的戍邊將士。遵命。蕭策，那你何時啟程？回禀父皇，兒臣想的是盡快，明日就啟程。好，那朕就去命人給你準備兵馬錢糧。這個狗皇帝來真的！陛下今天在大殿之上如此反常，你要小心。他敢給，我就敢收，錢還怕多了不成？你還是小心為上。太子殿下，此去漠北荒原，本王也沒什麼好送你的，就把中書還有大雷送給你。中書你認識，是我最信任的人。你去漠北封地救國，肯定有着許多雜事要去做。中書是一把好手，也絕對信得過。大雷是我秘密訓練死士隊伍的隊長，他們這支小隊一共12人，你直接像信任我就行了，信任他。謝九叔，你對我太好了。不過我去漠北之地，中书能行吗？太子殿下，你的身體能行，老夫的身體自然是沒問題。中書，你就不怕苦嗎？老夫一輩子什麼苦都吃過，所以不怕吃苦。太子殿下，你是老王爺最為珍視之人，老夫定當好好輔佐你，幫你照顧好你的府宅後勤。那就以後仰仗中書了。放心吧，我給你的都是我的寶貝。九叔，這個我自然是知道，就是這些人你都是保命的吧？你給我了，自己豈不是？嗨，我在京都養老，用不着這些，我還有東西給你呢。裡面是我積攢了一輩子的銀錢，一共100萬兩白銀。九叔，這個萬萬不可收，
而且父王不是答应给我10万两黄金，还有100万白银呢，还有粮草，我短期内不缺钱，到时候缺钱我再去赚。你还真的天真，你莫不成真的以为陛下会给你这么多钱粮吗？君无戏言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他说的话还能耍赖不成？没有这么简单，明日你就知道了。拿着吧，和本王还有着什么客气的？你现在去封地个救国，漠北本就是贫瘠之地，没有钱你寸步难行。好在陛下给你建军之权，給你的這些錢也足夠你組建一個保護你自己的隊伍。行了，本王都已經是囑咐過中書了，到時候他會輔助你的。九叔，多謝。行了，帶着他們回去吧。明日離開，本王就不來送你了。你自己一路保重。那九叔，保重。九叔，我臨走之前，能不能問一個藏在我心裡10多年的問題？你是我生父嗎？我確實是愛慕於你母親，但是我們從未有過於侶之舉。你就是陛下親生骨血，太子殿下萬萬不要聽信謠言。那他還死命的整我，太子殿下慎言。行了，九叔，說了，以後叫我漠北王。父皇，你真的是要給那個這麼多錢糧嗎？咱們目的不是想他死嗎？楊兒，你還是太嫩了些。我們就算是想要弄死他，也不能授人以柄。父皇，就算是這樣，你也不能幫助他呀。楊兒，陛下是許諾了。但是什麼時候給錢，需要錢財司以及上軍司以及各個部門說了算。楊兒，你還不如你的母妃啊！所以，父皇壓根就不想給他錢。哼，讓我給那個廢物錢，你當掙錢多了嗎？我今日給他的賞賜，此時怕是如同長了翅膀一樣飛出去了。若是讓白蓮教以及那些暴民知道了，還不搶着要去劫蕭策的隊伍，一路上他們也別想太平了。就算是他能夠僥倖到達漠北，朕說過給他們錢糧，一部分讓他犒軍用的，到時候他沒錢拿出來，戍邊將士們的怒火就夠他喝一壺的。父皇英明啊！那你說的3000雄兵是？最近典法司有着一批死囚要被流放，人數正好3000人，就送給蕭策吧。父皇，還是您英明。就這樣，他能活着到漠北才是奇蹟。您這樣的計策，我們都不用派出殺手。楊兒，陛下的韜略乃是千古難遇，你一定要向你父皇好好學習。你若是能夠學到你父皇1/1000，就足夠你受用終生了。盼兒，你要去幹嘛？自然是去跟着太子。不對，漠北王殿下說一下，讓他早做準備。若是連這些事情都解決不了，為父又怎麼能夠放心將你交予他呢？若是明日他不能妥善應對，為父也不會同意你跟着他去的。他身邊可是有3000多死囚，若是他鎮不住那些死囚，你都會有危險。父親，那你們注定要失望。而且，你不是讓聶冰姐姐隨着我一同前往嗎？聶冰身手雖然好，但是雙拳難敵4手。蕭策他選的是一條九死一生的道路。父親，我覺得就憑着他這個膽色，就足以證明他的實力。女兒覺得他是潛龍出淵，騰臂9天。你們先將就睡一晚。周叔，你和京都的富戶權貴關係如何？都有交情，不知道王爺有何吩咐？你明日去宴請他們來，就說太子宴請，拍賣太子府。太子殿下，這不妥吧？我想來想去，皇帝巴不得我死，那些錢糧怕是到不了我手裡。若是他明天足數把錢糧給我，那就不用賣了；若是他克扣錢糧，那麼咱們就賣宅子。名義我也給你想好了，咱們就說我揮淚甩賣太子府，所得銀兩抗擊突厥，抵禦外辱。陛下就算知道，也說不出什麼。好的，王爺，我待會就去辦。你再去規整規整，還能有啥可賣的？到時候一併賣了。王爺，你這是要做什麼？按照上面寫的，都給買回來，特別是打勾的那些。能買多少買多少，不知王爺要這些東西做什麼？自然是賺錢啊！見過漠北王。好，你們都摘下臉罩，讓我看看。以後我還要仰仗你們呢。都自我介紹一下吧，咱們互相都認識認識。回禀王爺，我們死士沒有名字。那你不是死士，還不是有名字嗎？因為我是隊長，這個名字還是老王爺賜的。死士也是人嘛。阿貓阿狗都得有這名字，叫編號怎麼行呢？你們自己去想想自己叫什麼，實在想不出，本王賜你們1人1個名字。遵命。你們繼續去貓着吧。中書，事情辦得怎麼樣？你需要的東西我都已經去商行購買了。為了穩妥起見，我讓他們直接送到漠北的都城平平城之中，也省得運輸的風險。辛苦了，中書。王爺客氣了，這些都是分內事，我就是不太理解。你如何要拿這些東西賺錢？這就是秘密了。到了漠北之後，你就知道了。其他的事情，你去安排好了嗎？都已經安排好了，請柬都已經發出去了。行，我這就去換衣服去。中書，怎麼了？這麼着急？來了，父皇答應的東西來了。那中書，你怎麼這個表情？
王爷，你出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大雷，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收好，随身携带。这分明就是3000囚犯，他们一个个都还带着镣铐，身上的囚服都还没脱呢。而所谓的钱粮就是1车的粮食，1车装了2大箱铜板，这最多10镇的粮食。那些铜板折合成白银，最多100两的白银。这是来打发叫花子了啊！这哪是送了3000雄兵啊？这明显是送了3000活爹过来。二弟，搞错了吧？父皇昨天答应的可不是这些。是啊，父皇是这么说的，但是各个衙门有着各个衙门的苦。如今暴民四起，兵源十分緊張，钱粮更是吃緊。不過你放心，這是各個部門的大人給你寫的欠條。小策，你臉色怎麼這麼難看？你不會是想要抗旨不遵吧？怎麼着？父皇恩賜你不要嗎？你這是要抗旨嗎？二弟，父皇的心意兒臣心領了，只是如今大蕭國財政吃短，兵源緊張，我再提要求就是我的不是了。這些欠條就還給各個衙門了，就算本王走之前給大蕭國做一些事情吧。中書，去清點一下陛下的賞賜。王爺，一共12擔的糧草，還有136貫銅錢。好，兒臣遙謝父皇賞賜的3000死囚，12擔的糧草，以及136貫銅錢。臣謝父皇賞賜。放肆！你什麼意思？你是在陰陽父皇克扣你的賞賜嗎？父皇已經命令下去了，君無戲言。是各個衙門暫時拿不出，而且各個衙門給你欠條了，也不是不給你，是你自己不收，反而想要冤枉父皇克扣你的賞賜嗎？二弟，我沒有這個意思。我想着，既然各個衙門實在是拿不出，我就不要了。我靠我自己的努力去漠北抗擊突厥。父皇的賞賜，你若是不收，就是抗旨。二弟，你確定讓我收？不錯。君無戲言，父皇給你賞賜可是沒有少，如數都給你了，你不收就是抗旨。既然二弟這麼說了，就不客氣了。二弟，是不是你說的？父皇吩咐下去各個衙門要把賞賜如數的給我。這是自然，父皇對於漠北的突厥之患十分看重，這才賞述你這麼多兵馬錢糧。只不過現在各個衙門實在是拿不出，萬不得已才給出欠條，和父皇絕無關係，都是各個府宅衙門的問題。多謝父皇賞賜的黃金10萬兩，白銀100萬兩，糧草50萬袋。兒臣替漠北的百姓戍權的戰士遙謝父皇隆恩。父皇萬歲！萬歲萬萬歲！行了，二弟，你回去吧。多謝你親自跑一趟。你別得意，你都收下了。你要知道，這3000雖然是死囚，但是已經是登記造冊的兵士，他們是要去前往漠北支援。半路若是潰逃，你可是要擔責任的。二弟，你都這麼說了，我再不束縛父皇對於漠北居民們的一番好意了。多謝二弟提醒，我會管束好他們的。少雷，去把本王的3000猛將的手銬腳鐐給撤了。蕭策，你這是要做什麼？做什麼？你見過手腳帶着鐐銬的將士嗎？他們現在是本王的漠北軍，全體都有。今天之前，你們是階下死囚，是本王給你的新生。今天之後，你們就是本王的漠北軍。蕭策，他們似乎並不理你。你瞧瞧你這個糊塗腦子，真把他們當成了將士啊！他們就是一些頑劣之徒。哼，聽到了嗎？二皇子殿下說你們是一群沒用的人。你們不服氣嗎？咋的？瞪我？信不信本皇子砍了你們？你們這般頑劣之徒，說你們行事粗鄙，還不服氣嗎？你們就是一群肆意妄為、觸犯律法之徒，怎麼還敢瞪我？信不信本皇子嚴懲你們？你們都把腦袋給本殿下低下，不然必受重罰。小楊，你這是要做什麼？他們現在是本王的人，他們現在是即將戍邊的戰士，你想幹嘛？幹嘛？你沒看見這在瞪本皇子嗎？他們是什麼東西？也配？諸位戰士們，陛下把你們賜予本王，你們就是本王的人。有人說你們是沒用的人，你們服不服？不服！不服！不服！你們是父皇安排即將去守衛邊疆的勇士，有人這麼侮辱你們，你們說能不能放過他？蕭策，你想幹嘛？想幹嘛？我這個人最為護犢子，你罵我可以，但是不能罵我手下的戰士。他們之前是死囚，但是父皇命令把他們交給我的時候，他們就是獲得了新生，他們就是隨時都會為國拋頭顱灑熱血的戰士。二皇子殿下辱罵即將戍邊的軍士，你是在說當今聖上派了一群人去支援漠北，抗擊突厥嗎？你放屁，我沒有這個意思。那你是什麼意思？二皇子，你口無遮攔，也就是父皇不在，
父皇就是再也得罚你100個嘴巴子。我是你的兄长，也是父皇亲封的漠北王，就代替父皇为我们即将出征的战士们出一口气。萧策，你敢打我？你动我一下试试！诸位将士们，你们说他该不该打？看到没有？不是本王要打你，是大萧军民们都要打你。你不只是辱骂将士，还敢辱骂我！于私，我是你皇兄；于公，我是即将戍守漠北、抗击突厥的漠北王。你刚才骂我的战士，你又骂我是？你是在说父皇派了一个没用的王爷，带着一群没用的人去支援漠北、抗击突厥吗？大雷，按住他！今天，本王就要代替父皇好好管教这个口无遮掩的家伙。萧策太冲动了，他竟敢公然打二皇子殿下。要知道，二皇子可是陛下最为疼爱的儿子，他母后是惠妃，也是独得圣宠，他怕是惹下了大祸。父亲，陛下知道了，怕也没办法。若是陛下惩罚萧策的话，不就是承认了二皇子说的对吗？陛下这个哑巴亏吃定了。而且，我觉得萧策不是那种不顾后果的人，既然敢对萧阳动手，就自然做好了万全的準備。都說女兒外向，果不其然，你都還沒過門呢。父親，我說的吧，蕭策一定有辦法。不管怎麼說，蕭策把蕭陽這一頓揍，能夠收買不少死囚的心。這些死囚都是一些窮兇極惡之徒，就算是感動也是一時，可沒那麼容易收服。父親，那你就看着吧。本王說了，本王護犢子那可不是嘴上說說的，本王也答應你們。普通士兵，軍饷每人每月5兩白銀，10人長每月10兩白銀，以此類推，你們願不願意跟着本王幹？王爺，真的假的？你不會騙我們吧？就是王爺，一月5兩白銀。本王要麼不說，言必出，恪盡青史。今天咱們就發軍饷。中書，王爺，您讓我準備現銀是要發軍饷？去拿上來。你們想不想幹？想幹的來領錢。好，你們也別先着急，既然是重賞，自然是有着重罰。父皇讓本王建立的是一支敢打仗、能打仗、打勝仗的王牌之師，所以不管你們之前是人是鬼，接下來的軍紀你們都豎起耳朵聽好了，一共就3條。第一，所有行動聽從指揮，若有不服從指揮者，斬。第二，不擾民，不拿百姓們的一針一線，若有違者。第三，臨陣怯戰退縮者，斬。全隊退縮斬隊長，隊長殉職斬全隊。總結一點，那就是服從，對於本王的絕對服從。能做到的左側排隊，來做抗擊突厥、戍守邊疆的戰士；做不到的，站在右邊。本王會帶着你們去漠北，按照你們的罪名，秋後問斬。蕭策，你想幹嘛？你別緊張啊，你不就是想要去告狀嗎？大雷，讓他走。蕭策，你等着，你死定了！本皇子若是讓你安然無恙地離開京都城，本皇子就跟你姓。王爺，你怎麼把他放走了？再怎麼着，我們也應該走之前把他放走啊！把他放走，我們不是自找麻煩嗎？我堂而皇之暴揍他，這消息肯定是傳出去了，瞞是瞞不住的。中書放心吧。你趕緊去發錢，我自有打算。父皇，蕭策沒把你放在眼裡，兒臣是以你的名義去犒賞他的，他竟然公然毆打於我。楊兒，他竟然如此毆打於你，快叫太醫！不過，那個怎麼敢打你的？他瘋了嗎？那個蕭策，他不僅打了兒臣，還罵兒臣是個兒臣您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該把皇位讓給他了。鎮國王是不是在？父皇，九叔沒在，不過九叔的那個老管家臨終在給蕭策做事。那就說得通了。肯定是鎮天王在後面給蕭策出謀劃策。楊兒，你中他們的計了。父皇，什麼意思啊？楊兒，他肯定是受到了鎮天王的指點，這是把你放在火上烤。你就不應該一衝動罵那些死囚的。朕畢竟把那些死囚給了他，他們也算是支援漠北的戰士。要知道朝堂之上，朕答應他的可是3000雄兵，本就是想讓他吃這個啞巴虧。你卻是堂而皇之的辱罵那些死囚，蕭策又是故意拱火，把這個事情鬧大了傳出去，讓漠北軍民們知道，在突厥大許進犯前夕，朕派的一支死囚隊伍。你讓漠北的軍民們怎麼想？到時候就算是他們僥倖到了漠北之地，有的他吃苦了，你呀還是衝動了。那父皇，你的意思是，兒臣只能白挨這頓打了？當然不是，他敢打你就如同在打朕。你不要急，他只要離開了京都，怕是會遇到白蓮教暴民的劫殺呀。我不會是穿越了吧？卻是穿不穿越我不知道，不過
你马上就要倒霉了。倒霉？太子殿下，莫非是古人跳？如第一集所见，我刚穿越就被人陷害。好消息是，我穿越到了一个太子身上；坏消息是，这个太子不仅是众皇子们的眼中钉，甚至就连皇帝也多次想将他废除，只是碍于大萧朝立长不立贤，这才默许了二皇子利用自己未婚妻对男主进行构陷。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我不仅以身入局，将生米煮成了熟粥，甚至主动辞去太子之位，自请戍边。所有人都以为我是疯了，而我作为一个穿越者，就是让你们这群土著知道什么是韬光养晦，以待天时。刚才二皇子说了，父皇对于漠北抗击突厥的事情十分的上心，还賞賜了10萬黃金以及50萬隻糧草。這些不是給本王的，是給漠北軍民們的。那些衙門的官員竟敢拿一張紙條來糊弄我們，你們能答應嗎？不答應，不答應。那本王帶着你們去問他們把父皇答應的賞賜要回來，好不好？好。所有人列隊。你說的不錯，咱們都被太子騙了，回去吧。回去？咱們不去看了嗎？不用看，無論如何，這局太子穩贏了。盼兒，為父為你準備一下行李。父親，你答應我跟着去了，而且他現在已經不是太子了。就算現在不是，以後肯定還是他。盼兒，你的眼光很準。漠北王，你這是做什麼？你這是要造反嗎？容大人，這些欠條是你寫的嗎？不錯，漠北王，正是我寫的。漠北王，你也知道如今……不知道。你給我欠條的事情，父皇知道嗎？容大人，我也不是來為難你。剛才二皇子跟我說你們拿不出錢，我也表示理解。我本就想着不要了，但二皇子說了，陛下均無戲言，給出的東西就沒有收回的。我若是不收，就是抗旨。既然這樣，我就不得不收了。現在漠北居民們都等着我去，我若是空着手回去，他們不得手撕了我。所以，還請容大人諒解，給我一個要麼，就讓我的漠北軍跟着容大人看一看，咱們大蕭國錢財司是不是真的連這些錢都拿不出了。不是沒有錢糧，是錢糧已經都有了用處。王爺，你別來為難我。父皇旨意的用項就不是用項嗎？容大人，我也不為難你，我也不是要這個錢。你們錢財有司有困難，沒錢，只要父皇同意用這種方式把賞賜給我，我也認了。安達，在，你帶1000人守在錢司，要麼容老人交出父皇命令的手書，要麼就讓容老人交出父皇答應的錢糧，否則一定要寸步不離地跟着。你，王爺，你要做什麼？記住，不可對容大人無禮，萬不可與之發生衝突。遵命。你們隨着本王來，你們乃是父皇賞賜的寶貝，穿成這樣，怎麼能行呢？南大人，你怎麼在此等候了？王爺，你剛去錢財司，你如此大鬧京都城，臣就算是不想知道也不行啊，自然是知道下個目標是這邊了。既然二皇子說了聖旨不可違，我本想靠自己辦法去解決，但我也不敢違背聖旨啊！你看看我的這些戰士們，穿着這些死囚服總不是辦法。出去也是有損皇家顏面，是不是？還請南大人去調撥3000套甲胄，還有武器、兵器、輜重交予我們。跟錢財司一樣，若是父皇同意欠條，只要有着父皇手書，我也定當不會為難南大人的。王爺，我也體諒你，不知道可否借一步說話？這是自然。王爺，你這樣是不是在玩火啊？你應該知道，這其實就是陛下的意思。南大人，我又何嘗不知？但是若是我不鬧這一出，我去了漠北之後，漠北那些人來問我討要，你說我拿着你們的欠條能不能平復他們？若是有着父皇手書，那就是我的保命符啊！王爺，你就不怕這麼做，陛下一怒之下？過去的10多年裡，他們沒有能殺掉我，現在更沒有這個可能。今日之事，我沒有任何過錯。父皇，就算是要殺我，也需要理由吧？看來邢大人說的沒錯。整個大蕭朝堂都錯看你了，我們大蕭國失去你這個太子，是我們大蕭的損失啊！
這次還多虧了邢大人，送给我们这些宝贝。没想到，这么短的时间，王爷便发现了这些人的不同之处。看来邢大人一番苦心也没有白费。那南大人，我也不为难你，还是麻烦你去宫里走一趟，把我的意思。王爷，你真乃神人，这样一来定能两全。南大人过誉了，就是劳烦南大人了。职责所在。燕甲，听南大人说，此人在军营担任攻守之职，自称有百步穿杨的本事。他是犯了逃兵罪，被判死罪的。但这样的人不会是逃兵，其中必有隐情。本王命你大都统之职，统帅1000人，你自己挑选，在这邊等候着。王爺，我曾是逃兵，才被判死刑。我只信我看到，世人皆說我是紈絝，你覺得我是嗎？不是。本王從沒有看走眼。你覺得你還會當逃兵嗎？自然不會。那就好好幹。王爺，一切還順利嗎？當然一切順利。你這邊京都的各家權貴都到了嗎？到了我們就開始。王爺，你是真想賣啊？不賣，留着幹嘛？本王要麼不回來，但凡回來，本王就要住皇宮了。陛下，漠北王瘋了，他帶着3000死囚已經把錢財司給圍住了，這是要造反啊！他怎麼敢？先打了楊兒，現在竟然敢公然帶兵去堵朝廷衙門了。朕還在皇宮，他就敢如此囂張跋扈、為非作歹。是啊，父皇，蕭策是不是瘋了？去把黑墨甲衛全部給朕叫來，隨朕去看看他到底想幹嘛。南大人，你急急忙忙的，是不是你們軍司也被圍了？回禀陛下，漠北王拿着欠條來問臣要3000猛將的武器甲胄，還有錢糧。他是公開和朕叫板嗎？那麼朕親自去看看。陛下，臣以為陛下您去不妥。您難道沒聽說嗎？這個事情其實和漠北王並無太大關係。什麼意思？南大人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難不成這還成了陛下的錯了不成？容大人，你沒有如實跟着陛下說吧。這事情若不是二皇子殿下從中阻攔，也不至於此。父皇，不如咱們就以反叛罪把他抓起來。陛下不可，此事已被漠北王弄得滿城盡知。若是貿然將他抓起，消息傳到漠北，突厥大戰在即，恐動搖軍心。那南大人依你看如何處置？其實漠北王也並非要陛下的賞賜，而是要陛下的一個護身符。所以臣以為可以先把3000死囚們的兵器錢糧給補上，而後再給出一部分犒軍的錢糧。至於給漠北王個人的賞賜，漠北王自己都說了可以體諒。你覺得他會同意嗎？那你覺得給多少錢糧合適？若是相信臣，臣定會讓漠北王滿意。漠北4郡一共4萬守軍，按照上軍司犒軍規矩，一般都是每人5兩到10兩不等。行，容大人，你就跟着南大人去，把朕的旨意給蕭策傳達吧。臣領旨。父皇，真的是把這麼多錢糧給他呀？哼，還不是因為你逞口舌之快。不過朕也自有打算，讓他空着手走，他反而安全。若是給他這麼些錢糧，勢必會拖慢他的行軍速度，而且等同於一隻肥羊羊招搖過市。那些暴民能不搶他的嗎？南大人說的對，我們給的那部分是犒賞3軍的。若是蕭策帶着這些錢糧被搶了之後，戍邊將士們這麼能放過他為？到時候九叔，南大人應該是帶着好消息來了。那我就不去了，陛賢。就是按照你說的，20萬兩白銀，1萬擔糧草，還有6000套軍服、鐵路懸鹼，還有1000套甲胄、兵器若干，駿馬100匹。南大人，多謝，你可是我們的恩人啊！王爺，這些東西都是陛下犒軍用的，和你1毛錢關係都沒有。你幹嘛這麼高興啊？你還要負責和運送的風險。如今中原可不太平，你帶着這些錢糧從京都前往漠北之地，無異於是行走的肥羊，這不是明擺着等人來搶嗎？南大人，多謝你關心了，這個我自有打算。那行，你清點一下，還有陛下的這個手書，你收好。南大人，有勞了。他日待本王把漠北穩定下來之後，還請你來做客。好，那我就在這邊等着王爺你的好消息。你去問皇帝要這個燙手山芋幹嘛？就說蚊子腿再小也是肉。策兒，
那是靠軍的錢糧，你萬不可私吞，那可是死罪。九叔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自有打算。您在这邊待得憋悶，日後可以來漠北找我。哼，傻小子，陛下就是不放心我，才讓我在京都城之中當一個閒散老王爺。我只有在他眼皮子底下，他才會放心。九叔，那你就在這邊等些時日，用不了1年，我定能將漠北平定。行，你別吹了，照顧好你自己，哪有這麼容易？那咱們拭目以待吧。王妃，本王剛準備去接你，你怎麼自己來了？漠北王雖然將我許配於你，但是你並沒有3書6聘8抬大轎來迎娶我過門，所以我還不是你妻子呢。尹姑娘，你說的是本王失言了。那你這是？你想幹嘛？这姑娘目光凛冽，絕對不是善茬。不過不得不說，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。尹盼兒這麼漂亮就算了，身旁的女保鏢也不亞於她。葉冰姐姐，無妨。我還有幾個問題需要問你，你回答的讓我滿意，我才會跟着你走。我也不是非要你跟着去啊。我跟着你，你就是等於有我父親的相助。父親身為宰相，門生故舊遍布大蕭國，在大蕭國的影響力可想而知。當然，你若是不需要，我現在扭頭就走。需要，尹姑娘，你說。你若是想要逃離這邊，為什麼要選最為苦的漠北？其實無論是嶺南還是其他的邊境，都要好許多。尹姑娘，你可知之漠北有幾郡？4郡，人口不過10餘萬，而且漠北之地地廣人稀，1郡抵得上中原4郡。那你可知為何漠北荒原如此廣袤，人卻這麼少？這是自然，漠北荒原乃是關外之地，與突厥接壤，突厥大軍幾乎是每年都會來洗劫漠北4郡，百姓但凡反抗，就會被虐殺。更有甚者，把他們擄走為奴隸，一部分人就背井離鄉，逃離漠北。不過，漠北百姓逃離太多，陛下就下令禁止漠北百姓搬離漠北，所以在漠北荒原的人們，每天都活在恐懼之中。這就是本王要去漠北之地的原因。歷史上，漠北之地本是富饒之地，那邊有着整個大蕭獨有的黑土地，還有着茂密的山林、豐富的自然資源。若是治理得當，乃是一塊富饒之地。待我入主漠北王，我定是先攘外，再安內，組建一支屬於本王的軍隊，抵禦外辱，讓突厥人不敢再犯。再大力發展農業經濟，不僅僅讓我的子民們居有定所，衣能遮體，食能果腹，還要讓他們年年有餘錢，頓頓有肉吃。這一切談何容易？尹姑娘，你敢不敢與本王賭？賭什麼？半年之內，本王定讓突厥不敢再來犯。1年之內，我就能夠讓百姓們居有定所，衣能蔽體，食能果腹。3年內，我能讓漠北之地成為大蕭國最為富庶之地，讓突厥對本王俯首稱臣。王爺，你從小到大都沒有離開過京都城一步吧？你去過漠北4郡嗎？你見過一個突厥人嗎？且不說突厥人，漠北當地的宗族門閥你就無法應對，坐井觀天，紙上談兵，簡直可笑。盼兒，你跟我說這個王爺如何？依我看，不過如此。這位姑娘是？哼，王爺，請你莫要見怪，我給你介紹一下吧。聂冰姐姐乃是前漠北刺史聶堯之女，她從小在漠北長大，了解漠北的真實情況。你說的3年願景絕無可能。所以你們敢不敢與本王賭？賭什麼？本王說的3年之約。行，你生，我陪着走一趟。不過你若是死，我就會回京都，我不會承認是你的妻子，我會請父親向陛下收回成命，更不會為你守寡。好，一言為定。王爺，你還真的是弄來了一些錢糧。不過，這麼多錢糧，莫不成是讓我們自己運？很顯然就是，他們運糧的人都走了。那帶着豈不是個累贅？若是帶着這些錢糧，要猴年馬月才能抵達漠北，一路上還有着被搶的危險。王爺，你確定嗎？這簡直就是賠本的買賣。你就按照我說的去做。聶冰姐姐，你說他能想到什麼辦法把這些錢糧運走？說他紙上談兵，他還不承認。他一共就3000死囚，就算全部上，還不夠運輸。這些陛下說了是犒軍錢糧，王爺他若是私占挪用，那就是死罪。所以他現在的辦法有且只有一個，只有找一個鏢局，而這個產生的費用要王爺自掏腰包的。
要知道，從京都前往漠北，按照镖局的規矩，需要2成力，也就是1万道的粮草，他們要抽成2000道，而且運糧力工要自己請，一個力工1月就要1關錢。這些糧草少說需要僱傭5000壯勞力，也就是5000兩白銀，算上包局的抽成，把這些糧草運輸過去，就要7000兩白銀，還不如去漠北直接買呢。自古以來，向來靠軍的糧草都是就近調撥的，哪有千里迢迢運糧草的？這不是明擺着故意刁禁於他？那不如在這邊賣出，再過去漠北買入，還能省下一些錢財啊。但是販賣軍糧就是死罪，買的同罪，誰敢收？明顯就是皇帝給太子下的一個絆腳啊！這1萬食糧就夠讓他愁的了。聶冰姐姐，你看，他這是像是愁的樣子嗎？二位，怎麼不進去休息？你這個府宅不是賣了嗎？既然易主了，我們就不進去了。不過你公然販賣皇家財產，你就不怕皇帝怪罪嗎？我已經把這個太子府賣了錢的所得，從父皇欠我的錢之中扣除了。我也是為了支援漠北，父皇知道了也說不出什麼。這是我們宰相府的一些心意。聶姐姐猜測你打算招收力士，一路上3000人錢糧還需要消耗不少，希望能夠幫到你吧。你竟然想要，口口聲聲說不差錢。這是我媳婦兒給我的錢，我有啥不能要啊？我跟戰士们說我不差錢，那是需要讓他們安心，否則讓他們跟着一個窮光蛋的王爺，誰還能有心氣兒？你也知道，漠北之地環境艰苦，還有突厥大舉进犯的危險，如何讓他們在那樣的絕境心懷希望，並且永遠保持勇氣？那就必須要讓他們感覺，他們王爺能夠給他們想要的日子，讓他們日子有奔頭。要做這一切，並不容易。你要的立功，是不是也想以後編入你的漠北軍？媳婦兒，還是你聰明。王爺慎言，我說過我還不是你的夫人呢。想法是好的，但是你有錢嗎？按照你答應的，一人每月5兩银，5000人就是25000两，算上你的3000人，差不多要4萬多白銀一個月，這還不算糧草，你到時候拿什麼收編他們？媳婦兒，你放心，今日你們給的這20萬白銀，等到了漠北，我定當10倍、100倍的補償於你。對了，我們是明日出發，你們是在我這邊休息一晚，還是明日一早再過來？你這個屋子今天不騰退嗎？多住一晚上也無妨。既然從家裡離開了，就不回去了，就在這邊暫且住下吧。不過，我不會和你住一間的。尹姑娘，你想什麼呢？我可是正人君子，你就算是同意，我也不能同意。哼，若非那天我亲歷過，我還差點就信了你這登徒子的話。王爺已經為您備好馬了。王爺，馬就在那邊。王爺，這是您的馬。雖然前世我學過騎術，可這時代的馬匹竟然沒有配備馬鐙。沒馬鐙，我怎麼上馬？馬鐙？馬鐙為何物？是馬鐙嗎？咱們這邊不都是用小廝做馬鐙用嗎？得虧是有人牽着馬，我還能勉強穩住，否則怕是用不了幾下就會被顛下馬背。這個太子是不是腦袋不好使啊？明明是流放，還真的以為陛下要靠他去對付突厥人。我們大蕭國若是真的淪落到這個地步，讓如此一個廢物太子去戍邊保護我們，那還不如讓我們排着隊去讓突厥人來殺呢。不過這個廢物太子離開了，也是我們大蕭之幸啊，否則真的是讓他當上了大蕭皇帝，才是我們的滅頂之災。盼兒，你的這個王爺似乎不太聰明啊，他還笑着對着百姓摘手，難道看不出百姓們都在嘲笑他嗎？姐姐，你在馬車裡都聽到了，王爺怎麼能聽不到啊？不過就他的這份波瀾不驚的態度，又有幾人能做到？盼兒，我看你啊，就是被他下了迷魂藥了。姐姐，你就跟着這些百姓們一樣，對於他有着偏見。你跟他說好了嗎？回禀八殿下，都已說好了。離開京都城之後就可以動手，只要蕭策一死，到時候按照安排好的，他會把所有嫌疑指向蕭陽，我們再借機去鏟除蕭陽。八殿下，這個聶冰值得信任嗎？怎麼從未聽說您還認識聶姑娘啊？我也是在他來了京都之後才知道他。那時候他們聶家當初被突厥人殺了滿門，他運氣好，僥倖逃過一劫。聶瑤當初和尹維忠是摯友，
聂冰就被尹维臻給收養。不過，當初導致城破聂家被屠了滿門的人，其實就是尹維混。聂冰為了報仇，自然而然是會聽我的。我之前把聂冰安插在宰相府做內應，為的就是去對付尹維混的。不過沒想到蕭陽得到了父皇的幫助後，居然還沒有能幹掉蕭策。若是讓他在漠北之地站下腳跟，到時候再想去對付他，就難如登天了。他有着這般的心計，就足以證明，不能讓他活着離開，否則未來必定是我的大敵。只要蕭策一死，再把全部證据指向老二蕭陽，镇国王肯定是会和萧陽拼命的。届時，我們坐收渔利就可以。八皇子殿下圣明，大萧国只有像你这樣的明君，才有希望。二位，你们也別緊張，我就過來坐會兒。王爺，看着你剛才的樣子，很明顯你是不會騎馬，所以這才要上我們的馬車吧？我確實是不太會騎，不過我只需要稍加改良一下就沒問題了。改良？騎馬講究的是馬術，你如何改良？哼，王爺，我算是發現了，你這個人沒啥的本事，就是會吹牛。聶姑娘，你不信？我只需要加一個工具輔助，就可以讓我的騎術不比你差。王爺，你可不要誇下海口。聶冰姐姐從小就是馬背上長大的，怎麼着，王爺？莫不成想要和我賽馬？當然啊，不過得讓我改良一下馬匹上用具。改良馬匹上工具？馬匹上不就是一根韁繩，還有着馬鞭，還有着什麼用具？這個你就管不着了。那你還需要多久？若是你說過10天半個月，我可等不了。用不了這麼久，最多幾個時辰。大雷，把拿來筆墨紙硯。好嘞，少爺。王爺，這是何物？這是本王準備對付突厥的大殺器。大雷，明白。就這個古怪的東西，還能對付突厥人？待我和聶姑娘比試一場之後，你就知道它的妙用了。竟然是比試。王爺，這次打算弄個什麼彩頭？若是我輸了，可以答應你一個條件。什麼條件都可以。當然。我若是提出要你性命，你也會乖乖答應嗎？這個娘們怎麼殺氣騰騰的？感覺她好像是真的要殺我。當然，同樣你輸了，也得答應本王任何一個條件，如何？姐姐，你盼兒，你放心吧，無論他弄出什麼東西都不行。我看着他剛才的樣子，就是不像是會騎馬的樣子。你不清楚他，還不清楚我的騎術嗎？他輸定了。聶姑娘，那待會兒可不能耍賴。這話還是跟着你自己說吧。為何總覺得不對勁呢？那晚上我以為他根本沒辦法拿着自己怎麼樣的時候，蕭策也露出過這個眼神和笑容。去監督他們，快點做出來。姐姐，你要小心他。他剛才的那個笑容我見過，他欺負我的時候就是有過這個笑容，他肯定是憋着壞呢。盼兒，你放心，就他剛才坐在馬匹上都搖搖晃晃，明顯是不會騎馬，很顯然他是在嘴硬呢。待會兒就讓你看看他真實的嘴臉，你就是被他給欺負怕了。待會兒我贏了之後，就讓他做一個閹人，為你報仇。王爺，你準備好了嗎？還是說已經想好了其他的說辭？我已經準備好了。聶姑娘，我再勸你一句，我真的會騎馬，而且我的技術還不錯。到時候你輸了可別賴賬。我說過，輸了我答應你一個條件，無論什麼條件。若是讓你來陪我一晚，你也願意？你不敢就算了吧，咱們賭約就作廢。賭就賭，同樣，你若是輸了，那我也會提出一個條件，讓你成為一個閹人，你可敢？中暑，去備馬。是。諸位，這位聶冰姑娘要與本王比試賽馬，贏了，她就是本王的。待會兒你們就給本王好好加油致敬。本王若是贏了，今晚酒肉管夠。王爺萬歲！王爺必勝！聶冰姐姐，要不算了，我總覺得蕭策憋着壞呢。盼兒妹妹，你覺得他憑什麼贏我？靠嘴嗎？這些天你也看到了，他要做的事情沒有一個失敗了。到時候，盼兒，你不會怕我和你搶男人吧？說實在的，我看不上他。姐姐，你說什麼呢？我不是那個意思。盼兒，我和你開玩笑呢，你放心吧。且不說
他根本贏不了我。我也不欺負你，我從你隊伍之中隨便找一匹馬。看着這個動作，果然是個練家子。王爺，你說咱們如何比試？還有不到20里，咱們就比誰先到平順城。沒問題，王爺。誰先進入平順城，誰就贏。你要是輸了，倒是想耍賴，我也会強行的來做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君子一言，駟馬難追。不用你來，本王自閹了自己。這匹馬是寶駒，速度極快，爆發力也極強，加上有着馬鐙，牢牢地將我身體固定在馬身上。這騎馬的姿勢，為何我從未見過？我手中鞭子都快抽爛了，但是為何就是追不上？難不成真的會輸？既然輸定了，不如將計就計。如今這些死士們都被你給遠遠的甩開了，這會兒無疑是一個最好殺了你的好機會。既然你着急來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聂姑娘，你輸了。我输了，我輸了。不過，你刚才在馬背上摇摇晃晃，是裝出來的嗎？故意騙我的是嗎？你太高看自己了，我可沒有空特意跟着你演這一出戲。剛才沒馬定，本王確實不習慣。不過有了馬定之後，我跟着你說過的，本王善騎的。這一個小小的東西有如此作用？請。這個小小的東西，竟然對於提升穩定性有着很大的作用。有了這個東西，是不是可以解放雙手？以你的騎術，是不是還能做一些進攻的動作？若是一個有馬當的，一個是沒馬當，雙方打起來，你覺得哪個勝算更大？所以我說的這個，算不算是對於突厥來說是一個大殺器？我確實是輸了。不過，這個東西你是從何得來的？為何不早早報給上軍司，讓我們大蕭的騎兵都用上？這樣也不至於讓我們騎兵常年和突厥對戰之中處於弱勢了。聂姑娘，你是天真還是傻？就我在京都受排擠的樣子，我若是提出，就算是真的有用，他們有着無數種辦法可以讓這個馬當根本推廣不出去，亦或者他們可以把這個辦法占為己有。我憑什麼把我自己的發明交給他們，給他人做嫁衣？說到底，你還是為了自己一己私利。我又不是圣人，而且你不會真的覺得我們不敵突厥是騎兵的關係嗎？天真。行了，扯遠了。你輸了，剛才你答應我的事情不會耍賴吧？當然，我說過願賭服輸。你是要現在還是晚上？既然聂姑娘如此爽快，按照他們行軍速度，起碼還要2個時辰才能到。我們與其在這邊等着他們的時候，不如就現在去吧。聽你的。不過說了，僅此一次。聂姑娘果然爽快。不過有一就會有二。就讓你再囂張片刻吧。這位公子和姑娘，您是打尖還是住店啊？先吃個東西，再去住店。聂姑娘，你看如何？一切聽王爺。不過王爺盡快吧，稍後大部隊就該過來。若是找不到王爺，該擔心了。聂姑娘，快！本王可快不了。你放心吧，待會儿命小二去城门口茶攤送個信兒就好。咱們先吃好喝好。小二，去把你们最好的好酒好菜都給上來。好的，公子。对了，再去準備一間最好的房間，點上熏香，備上熱水。聂姑娘，你怎麼不動筷？是符合你的口味嗎？王爺，我沒有什麼胃口。聂姑娘，你的手很涼啊，是不是身體不適？若是不適，本王也非今天不可的。王爺不用了，我不想讓盼兒知道，咱們還是盡快吧。好，本王懂。那麼咱們就上樓。公子，天字號房已經為您準備好了，您有任何吩咐都可以找我。沒有什麼吩咐，就是無論聽到什麼動靜，都不要進來。看來還省了我不少麻煩。這邊的裝修還不錯，還是雙人的。聂姑娘，不知可還滿意啊？
王爺，你满意吗？你满意就好。哈哈哈，我自然是满意的。那么，咱们先一同鸳鸯戏水，可好？哼，就凭你这个废物，还想让我来陪你睡觉？做梦！受死吧！你在笑什么？你以为我是在開玩笑的嗎？你真的是沒讓我失望，你果然還是動手了。你什麼意思？你早就知道我會殺你。我的意思是，反派死於話多。王爺，你沒事吧？來得正好，大雷說的不錯，你果然天生是一個刺客呀。你想好自己的名字沒？回禀王爺，還沒有。那你就叫夜貓吧。謝王爺賜名。其他的人呢？回禀王爺，按照你的吩咐，都在四周潛伏着。他什麼時候會恢復身體的控制？我只是暫時的封住了穴位，大概半個小時左右就會自動會解開。有沒有辦法讓他保持這樣的時間久一些？王爺，這個是軟骨散，持續最少12個時辰。好東西，去給他安排上。聂姑娘，是不是後悔了？剛才沒有一刀捅死我呀？後悔沒用啊，世界上沒有賣後悔藥的。小刺，你殺了我吧！夜貓，大雷說的不錯，你還真的是神了。確定他不會恢復力氣吧？王爺，非常肯定，就算是一頭牛都不能起來。行，出去等着吧。那其他？這屋子裡還有人？為了保證你的絕對安全，還有3個人。這個要害我的人都已經跟着一條死魚一樣了，你們出去吧。這些人真恐怖啊！我雖然提前知道這裡面藏着人，可壓根看不出來他們藏在哪裡。確定沒有人了吧？是。那你們在外面候着吧，然後去城外給大雷報個平安，告訴他本王處理好這邊的事情，會去找他的。你怎麼會知道我要殺你？之前在馬車中我就感覺到了你似乎對我有殺意，於是提出了打賭賽馬，為了給你這個機會試驗一下你。所以離開了馬車後，我便讓大雷提前安排好在客棧等着我們。之後聽到如此高傲的你竟然直接答應輸了陪我牌時，我就知道自己猜對了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現在殺了我吧！聶姑娘，你在開什麼玩笑？你現在沒有資格跟着我談條件。接下來我問你什麼，你答什麼，知道嗎？你這個廢物，我什麼都不會說的，我絕不會吐露半個字。很好，我希望你能夠一直嘴硬下去。你想幹嘛？小策，拿開你的髒手！小策，你停下！我要殺了你！小策，我一定要將你大卸八塊！你要知道什麼？你住手！住手！我說。這就對了嘛，早說不就行了嗎？誰指使你殺我的？是八皇子，是八皇子讓我來殺你的。根據這原主的記憶，這個八皇子是一個腹黑的人，看似不聲不響，但是一個極其陰毒的人。八皇子蕭向清，你和蕭向清的關係八竿子都打不着，為什麼會聽他的？我不算是蕭向清的人，我只不過幫他做事罷了，最多是各取所需。他讓我殺了你，栽贓給蕭陽，而且殺了你也算是為民除害了。為民除害？我自問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大蕭國的事情吧？你是一個廢物，就是你的原罪。若是讓一個廢物以後當上皇帝，那麼就是大蕭國災難。殺了你就是為民除害，你笑什麼？單論眼光，你和尹盼兒差得太多了。而且你口口聲聲的為大蕭國好，為大蕭國的百姓好，結果怎麼不屑？你知道這些年朝中為什麼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動盪？那是因為我活着。所有的皇子們都知道，我不死，他們就永遠不能當太子。所以，他們有着一個共同的敵人，那就是我。我就是這個平衡所在。他們所以擰成一股繩，就想幹死我。若是殺了我之後會有什麼後果？按大蕭律，有嫡長則當立嫡長，無嫡長才能擇賢立太子。我若是死了，首先蕭向清會攜手鎮國王去攻擊蕭陽，而蕭陽他們勢力也不小，一定會反擊。這些皇子們母族在朝廷之中各有勢力，到時候朝廷四分五裂，內鬥不斷。大蕭國本就民變四起，北有突厥環伺，南有海倭襲擾，若是朝局動盪，這才是禍國之本。
你真当本王是一個廢物？你覺得僅憑鎮國王的庇護，我能在眾皇子虎視眈眈、明槍暗箭下活下來嗎？要知道，鎮國王常年在外征戰，除了鎮國王，本王再無一證，只能靠自己。你覺得一個廢物能活到現在嗎？你別往你自己臉上貼金，你有什麼本事？你除了委曲求全，就是委曲求全。你活下來，也全是鎮國王那時候兵威正盛，陛下忌憚罷了，和你有着什麼關係？胸大無腦，說的就是聂冰這種人嗎？本王犯得着和你解釋嗎？你此情此景，本王和你討論這些做什麼？你想幹嘛？你不是想知道的事情我都跟你说了嗎？不錯，剛才是审問你，現在是要你来劝你的赌約。王爷，派2個人保護他。若是他不来找你呢？我们要不要把他綁過來？不用，他若是想走，不用留。你只需要保證他身體不可控情況下的安全就可以。王爺，一切順利吧？非常順利。這次多虧了夜貓。夜貓？就是2號，我給他取的名字。王爺，能為你效力就是我們的榮幸。這邊沒發生什麼事情吧？就是尹姑娘想要去找聶姑娘，被我們攔住了。萧策，你把聂冰姐姐弄到哪裡去了？你聂冰姐姐還是挺守承諾的。昨天她輸給我了，就按照賭約陪了我一夜。這不可能！盼兒，你不會吃醋了吧？你放心，你永遠是正妻。那聂冰姐姐她人呢？估計現在還在休息吧。王爺，周叔，我們還有多少錢？算上陛下犒軍的20萬，還有150多萬兩。本王竟然這麼有錢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去準備20萬兩白銀。諸位還記得嗎？本王跟着你們說過，離開了京都之後，本王有重任交予給你們。記得。很好，你們知道跟隨本王去漠北做什麼？打突厥！打突厥！不錯，但是3000人遠遠不夠。你們聽說了吧？當今陛下讓本王徵兵10萬，而漠北地廣人稀，哪有青壯年？我知道諸位都是從五湖四海而來，所以等讓着你去替本王，你們肯定要問了：徵兵怎麼能讓你們去？不是官家的事情嗎？不錯，管家徵的兵是官兵，普通的官兵一人每月包吃包住是多少軍饷？600萬。不錯，但本王募的是漠北軍，是本王的私兵，只要你们去把人帶過來，每個人都是5兩銀，也是包吃住。不僅如此，你們也知道，但凡立功獎賞，大家都應該知道本王不差錢吧？本王也不會白讓你們拉人，拉了5個人，本王就讓你做5長；你們拉10個人，10長；拉100人，100夫長。你能拉1萬人過來，本王就明你們做大將軍，待遇就跟着本王答應你们的一樣。怎麼都懵了？而且本王也不會讓你們空着手去，你們待會兒有願意的，先跟着本王說，你們能拉多少人？你說你能拉5個人，我就先把他們1個月的軍饷給你們，也就是25兩。你說你能拉10個人，我就給你50兩。但是，你若是說你能拉1萬人，嘿嘿，不好意思，1分錢本王都不給你，本王還要砍了你，知道為啥不？因為你小子居然敢跟本王吹牛。不怕我們拿了錢跑了嗎？本王還真的不怕。你們若是為了區區幾10兩銀子跑了，說實在的，本王還看不起你們，而且那是你們損失。現在本王漠北軍剛建立，條件比較少，所以一旦王把人招滿了，想要進入本王的漠北軍就沒那麼簡單了。軍饷5兩只是開始，以後只要幹得好，10兩、15兩都不是問題。本王答應你們，按照你們1年的軍饷付撫恤金，只要你們家人答應，本王讓他們來漠北，給他們地免稅。行了，不廢話，有願意的幹的，去那邊領錢，然後拿錢給本王去徵兵，每個人回去的路費本王都包了，每個人5兩的路費。行了，讓他們在這邊登記，我們繼續抓緊時間運糧。你們不準備回去瞧瞧嗎？王爺，3000漠北軍全走了，你的安全怎麼保證？我們還是留下吧。行，你們不回去也好。那些運糧的青年，你們去挑選一些身體素質好的，組建一支騎兵隊伍。隨後就開始訓練。末將遵命。蕭策，我要殺了你！王爺，聶冰姐姐到底去哪裡了？你說她休息，按理來說也快追上來了，你把她怎麼了？王爺，聶冰姐姐若守着3長2短，我不會原諒你的。你放心吧，本王派人保護着她呢，她不會有事的。王爺，他們回來了。聶冰姐姐，這兒呢，這兒呢！你注意幫我擋着點。姐姐，你總算回來了，我還以為你……我沒事，咱們進去說。王爺，一切都非常順利，辛苦了，好好去休息吧。大雷，
這些天你们一定要安排好死士们对于我的保護，我不想再在睡夢當中被人拿劍架在脖子上。王爺放心，我會親自安排輪班暗哨，寸步不離。姐姐，他欺負你了嗎？你還好嗎？我都擔心死你了。姐姐沒事，我在。他怎麼欺負你的？我幫你討個說法。盼兒，我對不起你，我被那個他給。鍾叔，還順利嗎？非常順利。就是你買了這麼多黑糖，還有粗鹽有什麼用啊？漠北雖然物資缺乏，但是物價要比這邊低很多。只聽說從漠北拿着東西來京都賣，拿個100斤的粗鹽和100斤黑糖過來，再去拿幾口大鍋、木炭、紗布、麻布，還有去弄點黃泥水。黃泥水？哈哈，錯，快點去吧。再讓那些下人都過來，本王就把這個點石成金的本事交給你。這個時代最缺的就是白糖和精鹽，用黃泥水脫色法制作白糖，然後再去提煉粗鹽，制作出精鹽。只要教會了他們，到時候晚上可以去制作，白天的時候再去售賣。別的不說，就這個白糖一出，那些達官顯貴們自然是會趨之若鶩。王爺，人都到了，我這邊方圓100米內，不要讓任何人靠近。是，走，快，跟上。你們也跟着去配合大雷。是。鍾叔跟我說了，你們都是本王可以絕對信任的人，所以這次本王需要教給你們一個本事，一項點石成金的本事。本王就需要你們絕對保密。只要你們學會之後，你們在場每個人，本王都會發給你們100億每月的收入。當然，錢也不是白給的，你們這輩子只能幫本王做這個工作了。還有需要絕對的保密，一旦這個技術走漏了，你們不僅拿不到錢，我還會要你們全家的小命。所以，你們現在想退出的，還可以做到。來，一起了。王爺，這個黃泥水和糖水放一塊，不就是把這些糖都給浪費了嗎？還有把木炭怎麼放鹽水裡啊？這不是把鹽也給糟蹋了嗎？鍾叔，你放心，待會兒就讓你們看看什麼叫做科學。記住一定要多攪拌，以免它糊住底部，火也可以小一些。是。你們弄精鹽的，火候可以大一些。現在需要把水分給蒸發了，讓潔白的鹽精析出。姐姐，我也沒想到他竟然如此羞辱你。你若是想要殺了他，我不會阻攔你的，甚至會支持你。盼兒，其實這都怪我，是我小看他了。你幾次提醒我，我都不以為然。就算是我想要殺他，恐怕沒有那麼容易。他身邊強者如雲，就我知道的就已經有了4、5個死士，那些個死士就一個人，我完全不是他們對手。而且蕭策這個人比我想象的要謹慎得多，不僅城府深，還心狠手辣。而且這次他也是讓那些死士護送我回來的，這就說明他根本不怕我刺殺他。那姐姐，你準備怎麼辦？他既然敢讓我跟着，那咱們就伺機而動。老虎都有打盹的時候。姐姐，無論你想做什麼，我都支持你。你不是挺看好他的嗎？我殺了他。姐姐，我順從他是沒有辦法的辦法，而且我跟着他也要看看他的為人。就算是他確實有些本事，但是品行不端的人，我也絕不會嫁。所以，姐姐，你不用顧忌我，無論何時何地，我一定會和你站在同一戰線上。盼兒，你對於我這麼好，你就不怕我有一天會傷害你嗎？聶冰姐姐，你不會的。小姐，王爺好像在秘密做着什麼事情，他們把方圓幾百米距離都給清空了，派着專人在看守，我們根本無法靠近查看。姐姐，要不要去看看？他防衛的這麼嚴實，肯定不會讓我們過去。聶冰姐姐，現在應該是他怕你才對。你說的對，走。盼兒，那些死囚呢？對了，蕭扯讓他們去徵兵了。徵兵？他若是許下重利的話，或許是會有人來的，但是他哪裡來的錢？若是付不出錢，就算是徵了兵過來，也怕是會譁變吧。好香啊，是什麼味道？王妃，王爺有命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你既然也叫我王妃，有着什麼事情不能讓我知道？王妃請恕罪，王爺有命，要不我派人去禀告一聲。韩大，怎麼了？出什麼事情了嗎？王爺，王妃還有聶冰姑娘在外面，想要進來。聶冰也來了，既然來了，就讓他們進來吧。王爺，事關重大，讓他們來不合適吧？鍾叔，你放心吧，那兩個娘們兒只是想要我的命，對於這些東西也不會感興趣。而且以後終歸是一家人，信任不是一蹴而就的嗎？咱們先真心換真心。盼兒，你看着吧，他肯定不會讓我們進去的。姐姐，不一定呢。若是蕭策這麼容易被我們看透的話，
我们俩也不会被他。二位，王爷有请。王爷太神奇了，这就是您说的雪花霜糖吗？是啊，糖竟然是能够像雪一般的白，简直是闻所未闻。没想到一次就成功了。相比于红糖醇厚略带涩味的黑糖，这个白糖口感愈发的清爽甜美，而且甜度还更高。都愣着干嘛？都尝尝。王爷，这些白糖并非凡物，我们怕是不能吃吧？有啥不能吃的？本王命令你们吃。天啊，这个甜味我未曾吃过，感觉都快甜到心里了。快，王爷赏你们吃了，你们就快点尝尝。我的天爷啊，这糖十分清甜，太好吃了。是啊，我从未吃过这么甜美的糖。他们大半夜的在煮饭吃吗？尹姑娘、聂姑娘，你们两个还真的是会挑时候，来的真是时候。来，吃糖。吃糖？吃糖为什么要这么神神叨叨的？这是糖？怎么还有这白色如此晶莹剔透的糖？这是用我们王爷的办法制出的雪花霜糖。尹小姐，你来尝尝。盼儿，小心。姐姐，无妨。你快尝尝，这个雪花霜糖竟然异樣的甜美。王爺，我們這邊也好了。果不其然，沒有苦澀和雜質的味道，而是一股非常純正的鹹味。嘗嘗吧。王爺，竟然真的沒有苦味和澀味，鹹味是增加了不少。好鹹，而且竟然沒有澀味。王爺，這也是你做的？不錯，你現在知道我為什麼要派人攔着嗎？本王還要靠這些東西去養本王的10萬大軍。王爺，你要去賣？本王是準備去賣這些鹽和糖，你也看到了，這是一本萬利的生意。首先，大蕭國不能販私鹽，這個可是重罪，而且鹽的價格也不貴，1斤不過是100文的價格，就算是能賣，你這邊1斤鹽的價格也不過是200文，糖價也不過是150文。你這個雪花霜糖1斤能賣500文，已然算是貴了。你這些人一天能產多少細鹽和白糖？這能賺少錢？你開什麼玩笑？若是這麼費勁，本王還這麼折騰幹嘛？這個精鹽，本王打算10兩銀1斤，而這些雪花霜糖是50兩1斤。而且，本王可不是販賣私鹽，本王是為了抗擊突厥，籌集軍費。王爺，你開什麼玩笑？10兩銀子1斤鹽，50兩銀子1斤雪花霜糖。王爺，這個尹姑娘說的不錯，這些東西確實是稀有。不過，沒有人去花費10兩銀子去買1斤鹽，更不會有冤大頭50兩銀子去買1斤霜糖的。賭不賭？我承認，你能弄出這些東西挺厲害的。不過，你想要靠這些東西養一支軍隊，根本不可能。賭不賭？不賭。你賣多少都是你的事情，與我們無關。就是，你若是找個托來一唱一和，我們又如何知道？本王沒那麼無聊。行了，時間不早了。明日一早，你們願意的話，隨本王一起，看看本王是如何把這些糖和營鹽給賣出的。鍾叔，就讓他們趕緊去弄，能弄多少就弄多少。明天本王帶你們看看，什麼叫真正的商人。遵命。明天見。諸位辛苦了，都忙了一夜，早些休息吧。王爺。弄完這一批最多1盞茶的時間，王爺，我們弄出了300斤的雪花糖霜，還有600斤的細鹽，而且我們發現可以增加工具，利用等待的空閒時間，可以同時做2批。若是今晚做的話，一定能做更多。很好，鍾叔，你去給他們安排馬車，讓他們白天的時候好好休息。遵命。鍾叔，接下去幾天我要先行一步，這邊就交給你來管了。王爺，你這是要去哪裡？我先去這邊的速度。過去中梵地最繁華的岸需要10天，而按照我輕裝簡行的話，2天就能到。我正好打開銷路。你們趁着這段時間，去多弄些雪花糖霜，還有精鹽。不過王爺，你若是孤身過去，安全怕是沒有保障。我離開這邊才是安全。我做出一副商人打扮，肯定是比在這邊安全得多。待會兒我會讓韓達和燕甲去找一個身形和我相像的人來假扮本王。哼，有着大雷12煞跟着我，我怕是比皇帝都要安全。王爺，你放心，我會安排好這邊的。王爺，
那你準備帶着尹姑娘還有聶冰姑娘一起去嗎？不錯，昨晚不是說好了嗎？怎麼有問題嗎？尹姑娘倒是沒有什麼問題，不過我從聶姑娘身上看出了對您的殺意。我知道，鍾叔，烈馬都是有攻擊性的，不過馴服了之後就是一匹好馬。王爺，既然都知曉，我就不多嘴了。尹姑娘，我們是要骑馬出發的，你沒問題吧？王爺，你不要小看人，我雖然精通琴棋書畫，但是也從小就學過騎射，騎馬自然不在話下。那就行。大雷，把匹馬凳給他們裝上。你們可別掉队，出发！那个废物萧策呢？到哪裡了？回禀鲍将軍，根據飛鴿傳書來的消息，由於大皇子帶着糧草過來，所以他們行軍速度一天也就是幾十里路程。啥玩意兒？幾十里？那他猴年馬月才能到這邊？父親，二皇子不是來信了嗎？陛下給他的就是3000死丁，你莫不成還真的想要靠他的3000死丁來支援吧？哼，聰兒，你呀，啥時候能長點腦子？我是要那3000死囚嗎？我是要一個人來背鍋。你看看突厥人這個架勢，若是真打過來，我們怎麼抵擋得住呢？若是在蕭策來之前，我們把漠北四郡丟了，這鍋得我們背。但是倘若丟了那個廢物四郡的鍋，就給他了。鮑將軍，其實也不用太擔心。畢竟你和突厥的一些將軍關係還不錯，咱們可以跟着之前一樣，跟着他們談一談嘛。他們那些突厥人，無非就是要一些錢，要一些糧。這次集結的人再多，不過就是想多要一些東西罷了。而且退一萬步來說，突厥人不願意來談，真的攻打過來，鮑將軍也不全是你的責任。陛下是讓大皇子來幹嘛的？是來犒軍支援的。但是若是他故意拖延，到時候他也難辭其咎。你說的不錯，不過最好的情況還是要和突厥去好好談嘛。鮑將軍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突厥人願意和談，願意和談。好，那就趕緊的好酒好菜都給備上，準備好好伺候突厥來的使臣。將軍，這次不是他們過來，什麼意思？他們請你過去談。過去談？父親，那可不能去。若是他們把你扣在那邊，拿着你威脅我們，那就糟了。寇軍師，你的意見呢？將軍，我的意見是，將軍去一趟無妨。首先可以表示我們的誠意，而且鮑將軍和阿史那首領的關係還算是不錯。這次突厥國的部落全部都是阿史那首領組織起來的。現在的情況是，我們去還有着一些轉圜的餘地，看看他們到底想幹嘛，想要什麼。若是我們不去，就只能打了。而我們此時的情況，根本不是突厥國的對手。若是漠北四郡丟在我們手裡，就算是可以甩鍋給蕭策那個廢物，大將軍你的將軍之位怕是也坐不穩了。但是漠北四郡一失，中原腹地就再也沒有屏障，這也是一大過癮。朝中還是有着許多皇子對於大將軍你虎視眈眈，一定會借機彈劾你。狗軍師，這些道理我們也知道，但是誰知道突厥那些人會不會對於父親不利？其實我認為阿史那可汗這次雖然是大張旗鼓，但是他們肯定也不是完全一致，否則早早的攻過來了。他們也想要用最少的損失來換取最大的利益。你說的不錯，我和阿史那可汗的關係還算是不錯的，主動去談也未嘗不可。去準備一些寶貝，還有美人，咱們去拜訪一下阿史那首領。阿史那，我們知道你和鮑安的關係很不錯，你這次把我們集結起來，說好了是去瓜分漠北四郡，到時候鮑安來了，你別又不打了。哥仨，不錯。但是若是能夠不費一兵一卒，能夠拿下漠北四郡，為什麼不呢？我們每個突厥的勇士生命都是珍貴的，你覺得那個鮑安為什麼會答應我們？因為我們有着整個大陸上最為強悍的騎兵。你就看好了吧，我讓大家集結起來，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嚇唬他們一下。